大家好，狗狗币昨天又跌了，我是感觉不一定跌得下去，反正 0.1 左右之前做多的利润目前还是坚定在 hold， 有可能狗狗币1月份会爆发，以及比特币的利润目前也是继续在持有。等下也来分享历史上的图表来判断目前的位置到底会不会跌了再起飞。国语很烂，感谢点赞，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群。另外，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而且业界公认客户资产储备是最高的。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 20%。我们先来看一下狗狗币周线的这张图表，来判断一下狗狗币明年的1月份有没有可能会爆发。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2个月之前，当时狗狗币在这个底部的区间，希望朋友们跌回来 0.1 左右应该可以去做多。当时是判断这个位置它跟2020年的低点，当时也是因为美国总统选举的时间是在2020年的11月份，然后事隔4年的时间，也是没想到真的在这个位置狗狗币买完以后，后面价格就爆发。它同样也是2024年的11月份美国总统选举，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2020年到2021年，当时这个位置美国总统选举涨到后面 0.74 的高点，它是涨了300倍啊！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低点启动，它第一波上涨到这个高点的位置是涨了接近 500%， 那这一次大约是在 0.08 位置涨到这个高点的位置，也是涨了接近 500%， 历史是惊人的相似哦。除了涨幅以及回撤的空间，我们可以再拉一下，就是当时这个高点跌回到这个低点，它是回撤了接近 50%， 那这一次从高点到这个低点回撤是接近 46% 啊，所以我的观点，空间已经跌得很深，我是感觉不一定跌得下去哦。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之前的底部，这个底部是非常的扎实，包括2020年之前的这个底部也是非常的扎实。后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狗狗币在这个位置盘整了3周，或者是回撤了3周，然后是在这一根 K 线开始爆发，时间是在2021年的1月底。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时间，反正我的观点也不排除，如果狗狗币在这个位置盘整的时间跟当时这个位置的时间以及它的空间很相似的情况下，后面我的观点是狗狗币应该还是会继续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狗狗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我们再来聊一下这几天视频一直在提的 PO3 这一个形态。可以观察一下狗狗币昨天价格下跌，有些朋友是担心狗狗币会不会再去踩2只脚或者是2探的图形，不过我的观点是你可以防它万一主力再洗啊，但是我偏向有可能这个位置不一定跌得下去，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形态来观察，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狗狗币跌到这个 0.26 的低点，这一根蜡烛如果结合前面的这一根下跌，它这2根也是多方抵抗的 K 线，就是那个拇指线。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后面狗狗币的价格，如果不算上这一根下跌哦，前面的1根、2根、3根、4根，价格是一直维持在就是这一根 K 线或者是下影线的上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除了这一根蜡烛，其他的蜡烛这一根 K 线，前几天也是跟大家讲，它早就已经回到这个箱体里面，所以预示着后面狗狗币的价格，我是感觉这个位置有可能就是主力已经把筹码骗到手上，不然的话它价格不会，虽然是收盘没有收在这个高点上方，但是价格已经回到这个位置，就是说明前面这个位置有可能主力已经把筹码给骗走了，骗走了以后，然后再观察一下，这边又是一根多头的吞噬，包括前几天价格也是继续要挑战这一个 0.30 左右的压力，但是现在价格下来，我的观点是有可能这个位置主力还是继续在骗线骗筹码，就是这一个操弄散户的一个区间。这个位置如果盘整结束，或者是这一根 K 线虽然是下跌，明天有没有可能，不排除这个位置如果涨一根，小涨也可以啊，它也可以算作是一个多头抵抗的拇指 K 线。反正这个位置我们尽量观察吧，有可能盘整结束，后面我的观点是狗狗币还是会继续涨。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比特币最近也不涨啊，有些朋友是担心9万美金会不会再下去，不过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因为毕竟从2万美金或者是3万美金，包括
1年之前的5万美金，也是希望朋友们要买。现在来到10万美金，你担心会不会下去？这种思路是成熟的。它会不会下去？我倒是感觉这个位置比特币，如果从裸 K 的形态可以看一下，它也是一根单针探底，或者是这3根 K 线可以看作是一个多方的呈现哦。那昨天的这一根下跌，如果这个位置主力要维持目前盘整的形态，我们尽量观察一下，明天也是跟狗狗币一样，明天的这一根蜡烛收盘，它如果能收在这一根下跌的里面，也不排除这个位置有可能还是在区间盘整。就是前面的这一个上升通道，它现在是变形了，变作一个箱体的区间。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月线的这张图标，因为我们要判断一下整个大长线比特币目前的位置，一些朋友是担心会不会再跌哦。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前面大约是在5万美金的这个区间，也是跟朋友们讲，这个位置比特币是一个梯形的通道，方向应该是会继续往上突破。那突破来到这个10万美金到11万美金附近，就是我画绿圈的这个位置。如果我们去参考比特币历史上2020年当时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之前也是感觉是一个梯形的盘整，或者是这个位置有一个黑天鹅，就是那个疫情后面突破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在这个位置有2根的盘整。那比特币在牛市里面，我们可以看一下在2017年当时的这个位置，比如2017年当时月线里面的这几根 K 线，就是这个区间哦，我感觉有可能很像比特币目前的位置。这种 K 线它是跌幅基本上可能都是超过20%到30%，或者是后面价格还是会维持继续上涨，但是这根 K 线它又是把这一根上涨全部给跌破，所以这个区间你如果是只看它的低点，基本上价格是没有怎么涨的，就是洗盘洗到很多人可能没有耐心了，或者是就是横向一个区间，后面才开始继续爆发这种大涨的走势啊。所以现在的比特币我的观点也是一样啊，既然是月线里面感觉有一个灯线，我们尽量观察一下这个位置，特别是如果你手上有资金的朋友，新的资金哦，也是一样那个观点，你要反比特币空间涨多了，它万一来一个回撤，尽量控仓。不过整个大长线，特别是之前买入的那些利润，包括一些老粉丝的朋友，希望朋友们利润也是一样，我个人是选择继续抱住。最后感谢大家收看，订阅我们。